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是否曾仰望星空，感觉宇宙浩瀚无边，但又觉得它冷漠无情、冰冷无生命？我们习惯把宇宙想成一个巨大的机械，星星像齿轮般运行，行星遵循固定轨道，时间像时钟一样规律。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看似冷冰冰的宇宙，其实可能是活的，甚至拥有某种意识，你会相信吗？想象一下，你观察一个暴风雨肆虐的海洋，巨浪翻滚，雷电交加，表面上看似混乱无序，然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海浪有节奏的起伏，风暴中隐隐透露出规律，飓风的螺旋形路径，云层的形成，都是遵循特定模式的运行。这不禁让人好奇，是否宇宙中的每一个混乱现象，背后都潜藏着更深层的秩序？这种表面混乱、深层有序的现象，其实并不是偶然。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自然界中许多系统，从气候变化、河流流动到人类心跳、神经活动，都呈现一种非线性、极度敏感的动态。在这些系统中，一个微小的初始变化就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现象后来被提出一个专门的理论来解释——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混沌理论最早由数学家与气象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时发现，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洛伦兹 （Edward Lorenz）。他在研究气象模型时意外发现，即使极小的数据误差，也会让预测结果产生巨大偏差。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在美国引起一场飓风。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宇宙中许多看似随机、不可掌控的事件，其实都遵循隐藏的规律，系统内部自我运行，组织出秩序。正因如此，混沌理论给我们带来一个惊人的启示：即使在最混乱的环境下，也可能隐藏着智慧与结构。换句话说，宇宙或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冷漠无情，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自我调节与自我组织的能力。这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大胆的问题：如果自然界的每一个混乱现象都能自我演化，展现规律，那么作为最大、最宏观的系统，整个宇宙是否也拥有某种智慧？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出发，探索一个令人震撼的可能性。宇宙本身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它有自己的法则、节奏，甚至可能拥有自主意识。从微小的蝴蝶效应到星系的螺旋运行，再到宇宙整体的秩序，我们将逐步揭开这个看似抽象却可能真实存在的秘密。在这一系列探索中，我们还会回顾之前的2集内容。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提醒我们，系统永远无法完全自证自身，以及宇宙9大法则揭示宇宙表面无序背后依然运行着秩序与法则。将科学与哲学、灵性结合起来，我们要一同思考：如果孕育我们的宇宙都是有智慧、有生命的，那么我们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与宇宙之间又可能存在怎样的关联？准备好跟我一起穿越混沌，探索宇宙深处的生命与意识了吗？让我们打开这扇窗，去窥探宇宙可能隐藏的智慧脉动，感受这个浩瀚世界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活生生，更有灵魂。在深入探讨宇宙是否有意识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个曾经讨论过的核心概念——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这个定理是由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 （Kurt Gödel）在1931年提出的，颠覆了整个数学界对系统完整性的认知。哥德尔指出，任何一个足够复杂的数学系统都无法仅靠自身的规则去证明自己的完整性。换句话说，系统内部永远存在一些真理，无法在系统自身中被完全证明，总会有超越系统的未知。这个定理表面上看似抽象，只关乎数学公式和逻辑推导，但其实蕴含着深远的哲学启示。即使是最严谨的系统，也无法完全掌握自身的全貌。而如果我们将这个观点放到宇宙的尺度上来思考，会产生令人震撼的联想：宇宙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也可能有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真理和秩序。这就像是告诉我们，宇宙不可能完全被解码，它本身可能存在某种自我认知或者智慧的层面，而这正是人类意识的一个微小映照。想象一下，你身处一个巨大的迷宫，每一条道路和规则看似都能掌握，但总有一些角落、
某些通道无法用现有地图完全探索，这些未知角落就是哥德尔定理所暗示的系统外的真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宇宙、星系的运行、量子现象的随机性、黑洞内部的神秘，这些未解之谜就像迷宫深处的角落，永远超越人类有限的理解。这个思路与混沌理论也不谋而合。混沌理论告诉我们，系统表面看似随机，但深层存在自组织与秩序，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提醒我们，这个秩序永远无法被完全理解或掌控。当两者结合起来时，一个有趣的可能性浮现：宇宙可能既有秩序，也具有自主性，它的运行不需要完全被外部规则所支配。换句话说，宇宙可能拥有一种自我调节、自我演化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对意识或智慧的定义之一。进一步思考，如果宇宙作为系统存在超越自身规则的未知真理，那么它在某种层面上已经展现出类似自主意识的特质。人类之所以能够拥有自主思考、自由意志与创造力，也正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超越了仅仅遵循物理法则的限制。我们的每一次创新、每一次选择都在系统中产生新的可能性，而如果孕育我们的宇宙本身也遵循类似原则，那么它可能也是一个具有智慧和创造力的活体系统。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把目光拉回到更宏观的层面。哥德尔定理提醒我们，任何系统都不可能自证完整。混沌理论揭示，即使混乱也存在深层秩序。而宇宙九大法则则告诉我们，宇宙整体运行有着明确而稳定的法则。三者交织起来，似乎在暗示一个惊人的可能性：宇宙不是冰冷的背景舞台，而是一个有规律、能自我组织，甚至可能拥有自主智慧的生命体。当我们将人类的自主意识与宇宙的宏观秩序做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平行：我们是宇宙中的个体意识，而宇宙本身可能是孕育我们的超级意识。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的思考，每一次我们观察宇宙，或许都是宇宙在观察自身的一部分。这种思路让我们对宇宙、对自身存在的理解开启了一扇崭新的窗。从这个角度来看，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不再只是一个数学定理，而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理解宇宙可能的自主性和智慧。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混沌理论如何具体揭示宇宙自我调节的秩序，以及它与生命、意识之间的深刻关联。当我们谈论宇宙可能的智慧与生命时，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 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科学视角。那么，究竟什么是混沌理论呢？简单来说，它是一门研究非线性、极度敏感系统行为的科学。这些系统表面上看似随机无序，但深层却有规律可循，而且小小的初始差异往往能带来极大的结果差异。混沌理论的概念最早由气象学家兼数学家爱德华·洛伦兹 （Edward Lorenz） 于1960年代提出。洛伦兹在研究气象模型时，偶然发现，即使在初始数据中只有微小误差，整个天气预测结果却可能完全不同。他用一个比喻形容，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在美国引起一场飓风。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蝴蝶效应 （Butterfly Effect）。这个发现彻底颠覆了传统对因果的理解。宇宙中许多现象，即便看似混乱，背后仍蕴含高度敏感的秩序。除了蝴蝶效应，混沌理论还揭示了分形结构 （fractal structures） 的存在。自然界中的许多结构，如树叶的脉络、河流的分支、雪花的形状，甚至星系螺旋，都呈现自相似特征。小尺度和大尺度呈现相似的模式。这种自组织的规律让我们开始怀疑，宇宙并非随机，而是以一种深层结构在运行，像是在演化出自己的秩序。混沌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非线性动态 （nonlinear dynamics）。线性系统遵循简单的因果关系，输入越大，输出也越大。但非线性系统则不同，小小的变化可能被放大，也可能被抵消，结果极难预测。这正好呼应了宇宙的运作。从量子波动到行星运行，从生态系统到人类社会，每一个元素都受到非线性影响，既混乱又有秩序。当我们将混沌理论与宇宙意识的讨论结合时，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可能性：宇宙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能自我调节、自我组织，并在混乱中保持平衡。这与生命的特质极为相似。
无论是心脏的跳动、脑神经的运作，还是生态系统的循环，都展现出在混沌中维持秩序的能力。换句话说，混沌理论告诉我们，秩序不一定来自外在控制，而可能源自系统自身的智慧。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的呼吸，表面上星辰运行，黑洞吞噬，流星飞逝，看似混乱无序，但在每一次运动、每一次碰撞的背后，存在着无形的规律与模式，像是宇宙在自我调整、自我学习。这种能力恰恰是生命和意识的重要特征。进一步说，混沌理论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哥德尔告诉我们，系统无法完全自证；混沌理论告诉我们，即便系统内部充满不确定性，它仍能创造秩序。这两者结合，给我们一个启示：宇宙可能既有自主性，又能在混乱中显现智慧。它不需要外在的控制，也不需要固定的规则来维持秩序。这正像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具备自我组织与自我演化的能力。当我们把目光拉回宏观层面，从星系螺旋、黑洞引力波到宇宙膨胀的规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混沌理论的印证。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意识的存在。如果我们的思想、选择和创造力是在一个自我组织、极度敏感的系统中被启发，那么孕育我们的宇宙或许也拥有一种更高阶的意识，它既活着，又在观察、调节与净化自己。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个思路与宇宙9大法则结合，探索宇宙秩序如何在混沌中显现，并进一步推演它作为活的有机体的可能性。在了解混沌理论揭示的自组织与秩序之后，我们可以把视野拉回到之前讨论过的宇宙9大法则。那一集我们谈到，宇宙并非无序混乱，而是在每一个层次都遵循特定的法则运行。从物理的能量守恒到万有引力、光速不变原理，每一个法则都像是一根看不见的脉络，串联起整个宇宙。当我们将混沌理论与宇宙9大法则结合时，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使表面上看似混乱的系统，也总是依循某种深层的规律在演化。比如天气、行星运行，甚至人类社会的动态，都呈现出非线性的波动，但这些波动背后仍有模式可循。这就好比宇宙既遵循法则，又保持弹性和自由度，一种秩序中的动态生命力。这种现象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宇宙本身的本质。混沌理论告诉我们，宇宙可以在混乱中自我调节。9大法则告诉我们，宇宙运行有其稳定秩序，两者结合似乎在暗示，宇宙不只是物质的总和，而像一个活的系统，拥有自我组织与智慧的能力。它不需要外部操控，就能在看似随机的事件中维持平衡与秩序。更进一步，我们可以从微观到宏观，看到这种智慧的体现，从微小的量子波动到银河系的螺旋结构，每一个尺度都在展现规律与自由共存的特性，这与生命系统的特质惊人的相似。生物体可以随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同时保持内部平衡。大脑神经网络在瞬息万变的讯息中，仍能产生稳定思维和创造力。这种特性恰恰是我们对智慧或意识的基本认知。因此，当我们把科学与法则结合，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撼的可能性：宇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的运行不仅依循法则，还能自我调节、自我演化。这正是生命的核心特征。这种思路也让我们开始理解人类意识的特殊性。如果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意识能在混沌中创造秩序，那么孕育我们的宇宙或许本身就拥有更高阶的智慧与自主性。当你开始把眼光放在整个宇宙时，你会发现这种秩序并非死板，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既有法则，又能适应变化；既有规律，又充满可能性。这种智慧既存在于微观，也存在于宏观。庞佛宇宙本身在呼吸，在学习，在演化，它不只是背景舞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系统，孕育着我们，也观察着我们。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个思路推向最后的灵性层面。如果宇宙拥有智慧与秩序，它是否也像我们一样拥有自主意识？如果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能在宇宙的秩序中展现，那么作为孕育我们的母体，宇宙是否也可能具备自主意识，成为一个活的生命体呢？
我们将在最后一段从科学与法则逐步推演到这个令人震撼的灵性可能性。经过前面对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混沌理论以及宇宙9大法则的探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惊人的画面：宇宙既有秩序，也拥有弹性和自主性，它能在混乱中自我调节，并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展现出惊人的智慧。这不再只是抽象的数学或物理概念，而是一种深刻的暗示：宇宙或许本身就是一个活的、有智慧的生命体。如果我们将目光拉回人类意识，就会发现其中的平行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拥有自主思考、创造力与自由意志。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观察，都是我们意识在创造新的可能性。我们的意识既受生物法则约束，又能超越既定规则，产生全新的想法与行动。那么，如果人类可以拥有这种自主性，那孕育我们的宇宙作为更大规模、更复杂的系统，是否也可能具备类似的自主智慧呢？这个推论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思考：我们不只是存在于宇宙之中，我们的意识或许正是宇宙意识的一个反应。每当我们观察宇宙、探索星辰、思考生命，或许同时也是宇宙在观察自身。在自我认知与学习，宇宙可能像一个庞大的有机体，在微观与宏观之间流动能量，孕育万物，并持续进化。它的法则、秩序、混沌中的自组织，就像心跳与呼吸，象征着它的生命力与智慧。从灵性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连结感。我们不只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活在一个有智慧、有意识、有生命的宇宙中。我们的思想、感受、创造力都与宇宙本身的智慧共振。每一次我们对生命的探索、对世界的观察，其实都是在与这个活的宇宙交流。最后，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宇宙是有意识的，那么它不是冷冰冰的背景，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它孕育我们，也通过我们去认识自己。这样的理解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科学与哲学，也让我们对灵性和存在有更深的体悟。我们不只是观察者，更是宇宙的一部分，与宇宙智慧同频共振。或许从今天开始，当你仰望星空时，不再只是看到遥远的行星与星辰，而是感受到一个活的、有脉动、有意识的宇宙，正以它自己的智慧和节奏孕育生命，观察自身，也透过我们的意识持续演化与成长。看完今天这集，你认为宇宙会是有自我意识的吗？说说你的看法，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